大家好，今天我想和大家深入探讨好莱坞最多才多艺、最迷人的明星之一斯嘉丽·约翰逊。她于1984年11月22日出生在纽约市曼哈顿的喧嚣中心。斯嘉丽·英格丽德·约翰逊的血液中流淌着多元文化的混合。她的父亲卡斯滕·奥拉夫·约翰逊是一位来自丹麦哥本哈根的建筑师，带来了斯堪的纳维亚的根源。而他的母亲梅兰妮·斯隆是一位制片人，来自一个有波兰和俄罗斯起源的犹太家庭，增添了东欧的遗产。斯嘉丽持有美国和丹麦双重国籍，这是对他多元背景的致敬。他在重视创意的家庭中长大，是4个兄弟姐妹中最小的，姐姐瓦妮莎也从事演艺事业，哥哥阿德里安、双胞胎弟弟亨特以及父亲前妻的同父异母哥哥克里斯蒂安。悲剧触及了他的家族历史，他外曾祖父的兄弟在2战期间华沙犹太区遇难，这段故事塑造了他的身份感和韧性。从很小的时候起，斯嘉丽就展现出表演的天赋。他就读于格林威治村的 PS41 小学，在那里通过为家人表演歌舞节目来磨练才华。他热爱音乐剧、爵士手势，甚至学习踢踏舞。在镜子前练习完美的情感表达，他梦想效仿像朱迪·加兰这样的偶像。7岁时，当一个经纪人签下他的兄弟而不是他时，他感到非常沮丧，但这只激发了他的决心。他进入著名的里斯特拉斯伯格戏剧学院，开始试镜，尽管他很快对像奇妙面包这样的商业广告失去兴趣。那时他首次登上舞台，在外百老汇戏剧《诡辩》中与伊桑·霍克同台。教育上，斯嘉丽于2002年从专业儿童学校毕业，这是一所为年轻表演者量身定制的私立机构。她申请了纽约大学蒂施艺术学院，但被拒绝，于是决定全力投入她新兴的电影事业。斯嘉丽进入演艺界的步伐迅速而充满希望。9岁时，她在《深夜秀与柯南·奥布莱恩》中获得第1个付费角色，出演一个小品。他的电影处女作是1994年的奇幻喜剧《北方》，饰演约翰·里特的女儿。随后在正义事业中与肖恩·康纳利和凯特·卡普肖合作的小角色，以及在如果露西坠落中饰演艺术学生，积累了经验。但真正让他获得关注的是1996年的《曼尼与洛》，他在其中首次担任主角，与阿列克萨·帕拉迪诺和自己的弟弟亨特合作，获得独立精神奖最佳女主角提名。她以自然的姿态迷住了观众。秋天和小鬼当家3等角色让她保持忙碌，但1998年的《马语者》带来了更广泛的认可。她饰演一位受创伤的少女，与罗伯特·雷德福和克里斯汀·斯科特·托马斯合作。雷德福赞扬她的成熟，称她13岁像30岁。她获得芝加哥影评人协会最有前途女演员提名。随后是《我的猪兄弟》和科恩兄弟的不存在的人，但2001年的《鬼魅世界》真正巩固了她作为新星的地位。在这部改编自丹尼尔·克洛斯的漫画小说中，她饰演一个愤世嫉俗的局外人，与索拉·伯奇和史蒂夫·布西米合作，赢得多伦多影评人协会最佳女配角奖，电影获得协点地位。到2003年，斯嘉丽顺利过渡到成人角色，在索菲亚·科波拉的《迷失东京》中奉献了突破性表演。作为夏洛特，一个在东京漂泊的年轻女子，与比尔·莫里的角色形成意外的羁绊，她征服了全球观众。电影票房超过 1.19 亿美元，她获得英国电影学院奖最佳女主角，以及金球奖和奥斯卡提名。同年，在戴珍珠耳环的少女中饰演格里特，这位激发约翰内斯·维米尔灵感的仆人，由科林·菲尔斯饰演，获得更多提名。2004年的《献给鲍比·朗的情歌》让她饰演一位不满的少女，与约翰·特拉沃尔塔和加布里埃尔·马赫特合作，又获金球提名。她还为海绵宝宝海绵电影配音明迪公主，这是她那年最大的商业成功，并在浪漫喜剧《好公司》与托弗·格雷斯和丹尼斯·奎德合作。斯嘉丽的多才多艺在各种类型中闪耀。在剧情片中，她奉献了如2005年伍迪·艾伦的《赛末点》中诺拉的强大表演，
一位陷入激情和背叛的 aspiring 女演员，与乔纳森·里斯·梅耶斯合作，获得更多提名。2006年的《致命魔术》让她饰演魔术师的助手，在休·杰克曼和克里斯蒂安·贝尔的竞争中。2008年的另一个波林女孩让她与娜塔莉·波特曼对峙，饰演玛丽·波林，在埃里克·巴纳的皇室阴谋中。喜剧展示了她的轻松一面。2006年的独家新闻与艾伦和杰克曼合作。2008年的午夜巴塞罗那与哈维尔·巴登和佩内洛普·克鲁兹合作，他获得另一个奥斯卡提名。2007年的保姆日记与克里斯·埃文斯合作，以及2017年的粗鲁之夜与凯特·麦金农和佐伊·克拉维茨。动作和科幻领域包括2005年的逃出克隆岛与伊万·麦克格雷戈的克隆剧情。2014年的超体，他获得超人能力，票房4.58亿美元。2013年的他为斯派克·琼斯的电影配音 AI 萨曼莎赢得土星奖。2013年的皮囊之下饰演外星诱惑者，以大胆著称。2017年的攻壳机动队饰演草剃素子，尽管争议，收入1.69亿美元。讨论斯嘉丽就不能不提她在漫威电影宇宙中的标志性角色。她在2010年的钢铁侠2中首次饰演娜塔莎·罗曼诺夫及黑寡妇，与罗伯特·唐尼合作，取代了艾米丽·布朗特，并为间谍刺客带来深度。她在如2012年的复仇者联盟中重演角色，为真实性学习俄语。2014年的美国队长冬日战士与克里斯·埃文斯共同编写对话。2015年的复仇者联盟奥创纪元，2016年的美国队长内战，2018年的复仇者联盟无限战争，以及2019年的复仇者联盟终局之战。他的独角戏黑寡妇于2021年上映，他担任执行制片人，探索内战后的背景，票房超过3.79亿美元，赢得人民选择奖。斯嘉丽起诉迪士尼，因同时流媒体发布、庭外和解，凸显行业转变。她的 MCU 作品帮助她成为票房最高的女星，电影总收入超过154亿美元。除了真人表演，斯嘉丽的配音工作增添了另一个维度。她在《海绵宝宝》游戏中回归鸣笛公主，2016年和2021年续集《欢乐好声音》中配音豪猪爱石，2016年的《奇幻森林》中诱惑的饰演卡阿，2018年维斯·安德森的《犬之岛》中配音肉豆蔻，以及2024年的《变形金刚1》中配音艾丽塔伊。他甚至演唱了如《相信我》和《释放一切》的歌曲。涉足新领域，他创立了 These Pictures 制作公司，执行制片2024年的《飞我到月球》，与查宁·塔图姆合作。他的导演处女作《埃莉诺大帝》即将上映的剧情片主演朱恩·斯奎布和奇维特尔·埃吉奥弗，标志着他幕后野心。音乐上，他发行了2008年的专辑《无论我把头放在哪里》，翻唱汤姆·维茨，并于2022年推出植物基护肤品牌 The Outset。 奖项在他职业生涯中源源不断。他凭借《迷失东京》赢得英国电影学院奖，2010年凭借百老汇处女作《桥上的风景》与利夫·施瑞博合作赢得托尼奖，以及凭借他赢得土星奖。2019年，她创造历史，双获奥斯卡提名，最佳女主角凭借《婚姻故事》与亚当·德赖福的生猛离婚剧情，以及最佳女配角凭借《乔乔的异想世界》泰卡·维迪提的二战讽刺。她获得5项金球提名，7项评论家选择奖，并登顶福布斯最高新女演员榜，如2019年的5600万美元。时尚先生2006年命名她为最性感女性，时代杂志2021年和2025年将她列入100位最具影响力人物。个人生活上，斯嘉丽经历了多段关系。她早年与杰克·安东诺夫和乔什·哈奈特交往，然后2008年与瑞安·雷诺兹结婚，2011年友好离婚。与法国记者罗曼·多里亚克于2014年结婚，同年生下女儿罗斯·多罗西，但2017年分手。
自2020年起，他与喜剧演员科林·乔斯特结婚，生下2021年的儿子科斯莫和2024年的女儿德尔塔。他在纽约和洛杉矶之间分居，拥抱犹太遗产，同时自认不可知论者。斯嘉丽也是热心的活动家，从2005年到2014年担任乐施会的全球大使。他倡导反贫困努力，包括万运动和为玛利亚飓风受害者提供援助，与复仇者联盟共演者合作。他支持癌症研究英国，站起来对抗癌症，以及操作战士福祉。2018年共同创立 Time's Up 对抗骚扰。他参加2017年和2018年的妇女游行。2020年倡导埃及民权，并支持民主党人如约翰·克里、巴拉克、奥巴马、希拉里、克林顿、伊丽莎白·沃伦以及2024年的卡马拉·哈里斯。慈善延伸到计划生育、LGBTQ+ 权利，以及通过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的环境事业。当然，名声带来争议。他2014年至2017年的 SodaStream 代言，因公司在西岸工厂导致从乐施会辞职。2017年的攻壳机动队角色引发白人洗白争议，因为饰演日本人物。2011年，黑客泄露的裸照侵犯了他的隐私。他2018年退出摩擦与拉扯，因饰演跨性别男子而受批评，作为顺性别女性。2024年，他指责 OpenAI 未经同意使用类似他的声音的聊天机器人。他为与伍迪·艾伦的合作辩护，尽管指控，并谈论好莱坞的类型化和年龄歧视。截至2025年，40岁的斯嘉丽仍是力量。最近亮点包括2023年戛纳的小行星城，2023年的我母亲的婚礼，2024年的飞我到月球，以及变形金刚1。2025年的侏罗纪世界重生，维斯·安德森的腓尼基方案，以及他的导演埃莉诺大帝。随着护肤帝国蓬勃发展和倡导不变，斯嘉丽·约翰逊继续进化，融合才华、坚韧和开拓精神。他不仅仅是明星，他是永恒的偶像，重定义在聚光灯下闪耀的意义。感谢您加入我们探索他非凡的人生和事业之旅。